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给大家带来银雨穴最新版本风雨翼的殊途活动情报和新角色提风的技能解析。首先，主线在下个版本就会开启第20章，动作还蛮快的。这次更新也会加入一个全新的装备本，里面有4个副本，分别对应装备的4个部位，但本次更新只会先开放掉落戒指碎片的副本。只要集齐一定的碎片，就可以合出一个9级的戒指阵营装备。应该就是把原来会掉落的随机阵营碎片，换成了指定掉落戒指的阵营碎片而已。如果合成的数量一样，那么你很缺戒指的，就可以转去打这个副本。如果需要更多合成数量，我觉得就没那么划算了。因为即使指定了部位，也还有4个阵营，和轻中重3个类型要去拼你想要的。新的卡池会在10月23日开启，上半池新增的眷属是提风，阵营是血族。一样是突破3阶后可以进行雍容、解锁交互玩法和提升属性。从画面中我们已经可以得知提风的职业是力战者，也就是一个兼具生存与输出的进程职业。实际上我写了很长的一篇关于提风技能的猜测，结果还没来得及发布，官方就把技能发出来了。之前猜测提风会是个类似尤利乌斯半肉半输出的眷属，原因也很简单，从新系统公布的队伍图其实就可以看出一二。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在下版本即将推出的新系统协同。协同系统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以新代旧的队长系统。协同系统开放后，只要上阵特定的眷属，就可以激活对应的协同效果。每个协同队伍都会由1名画事人担任队长，和多名协引者作为队员组成。战斗时，只要上阵画事人与任意1名协引者，即可激活对应队伍的协同效果，使队伍得到增强。若上阵了2名协引者，则协同效果还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所以最好的配对就是1名画事人加上2名协引者，去激活协同的最大效果。若同一个阵容有多个协同队伍，就只能选择一个画事人的效果去激活。这些应该都不难理解，就是只能有一个队长技存在的意思。画事人和他的协引者是官方设定好的，以后会不定时更新，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对老眷属的补丁。官方会适时的推出这些补丁，去加强这些无法上场的眷属。第一批协同队伍的队名叫逐风意志，画事人就是新版本上半池的提风。在他底下的协引者就有会在下半池登场的塞利尼亚、始祖赛特、范海辛、莱夏、希波蒂和多蕾丝。这支队伍其实就透露了不少信息在里面。协同系统是用来提升整支队伍的作战能力的，所以他们之间必然有可以配合的地方。放眼望去，协引者里几乎全都是满月的眷属，只有赛特一人是新月眷属。这么一来，提风就只能是残月眷属了。官方总不可能会设定一个连血月都无法激活的队伍吧？这支队伍除了莱夏是近程，希波蒂是中程外，其他全是远程。莱夏虽然是近程，并且也是个力战者，但他却没有扛伤能力。所以这也是我猜测提风会是个半肉半输出的原因。不然没有前排，这队伍大概也是玩不起来了。由于队伍中支援的全是输出，所以提风必然是个扛伤能力大于输出的眷属。力战者清一色都是中型装备，但我猜官方应该会给他一个重型装备，不然恐怕他是没有能力当个单坦的。从这支队伍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除了多蕾丝外，其他3个输出全是玩爆伤的，所以我之前就猜测提风一定是个暴击拐。加上之前官方也推出了个和暴击相关的遗产，所以也不难猜出，官方最近要推的就是靠暴击来打伤害的眷属。然后从官方发布的奥义视频，特地把伤害数字隐藏了起来，我就在想提风是不是会有闪避的能力，结果还真的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就按官方已发布的情报来分析一下提风这个新眷属实力究竟如何吧。提风的普攻不像我猜测的一样，能给自己添加增益。添加增益的能力原来是放在特性里的。
提风的特性会在上阵其他逐风意志，也就是他的协同队伍里的角色时，会使他们获得对应的增益效果。这支队伍有2个消耗血魂的大户，范海辛和来夏。如果提风能使所有眷属的奥义消耗都变成和他一样的4点，那对来夏和范海辛就会是个大提升。我们继续往下说，提风的特性还会使基本攻击和战绩造成伤害时获得风益。这个能力不小的是只有提风自己能获得，还是逐风意志里的角色都可以获得。这里就先当做整个协同队员都能获得好了。风益可以提升暴击率和闪避率，技能每血可以叠几层，但这种技能一定会有个上限。猜测可能会类似耶芙娜一样，一层加个 5% 或 10%， 然后上限能叠加10层什么的。这么一来，提风的协同队员就会获得一定的输出和生存能力的提升。提风的战绩会在攻击一定次数后释放，对主目标造成2段物理伤害，若暴击则恢复此次造成伤害的生命值。猜测提风的战绩至少要能3次攻击就触发，倍率大概要有 600%才能帮助他生存。提风的奥义会对指定敌方的主目标造成大额物理伤害，然后对目标周围一定范围造成小额物理伤害。从奥义视频中就可以看到，被提风攻击的主目标已经挂了，但周围的敌人却还有半血，所以这伤害至少是相差了1半以上的。提风释放奥以后，会给命中的目标添加一个特殊效果。这个特殊效果会使目标在受到拥有风益效果眷属的攻击时，暴击率会上升，并且溢出的暴击率还会以一定比例转化为暴击增伤。这个特殊效果最好是要能持续很长时间的，不然奥义开来不及，效益就不会很高。如果能永久存在，效果只会随奥义释放来改变目标，那自然是最好的了。否则像范海辛这种6费的，还要再开个提升攻速的，根本就来不及。提风奥义的核心在于暴击率转暴击伤害，所以暴击率越高的人，收到的增益就会越大。范海辛和来夏都能自己叠加 50% 暴击率，是提风奥义最大的受益者。提风值不值得抽，目前还不好说，得先确定他的风益是只能给自己，还是能给所有协同队员，和他自身有没有输出能力。目前我会更倾向他只是个能带老人的暴击拐，自身的输出能力会很有限，顶多就是只能让范海辛和来夏有能力偶尔出来打活动副本。相信下个版本的氏族围猎就会出现只有暴击才能造成大量伤害的副本了。如果提风的作用就只是能提升老眷属，那它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抽一只来当拐就可以了。新版本下半池的眷属是塞利尼亚，塞利尼亚是个满月的猎杀者。考虑到这次协同的队伍里已经有很多输出了，所以塞利尼亚大概率不会又是一名输出。猜测他的定位可能会更接近齐格鲁纳，就是专门用来支援猎杀者的。多雷斯是唯一一个队伍里没有吃到甜头的，所以猜测塞利尼亚的技能多少也会支援他一些。攻速提升、感电、眩晕这些都有可能，不然多蕾丝在这个队伍就是放好看的而已。下半池的塞利尼亚一样也会直接送一只，所以不用烦恼。最后官方也会为这次协同的队员专门开了一个加倍池，以后同类的协同池保底都会续成。这个池只有新人会需要吧，老人完全可以不用理会。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